长期喝咖啡不仅损伤神经，还致癌。科学家的研究结果终于公布了。现在生活中有很多人因为工作需要提神而经常喝咖啡来维持精力。随着喝咖啡人群的不断扩大，关于它的健康焦虑随之而来，众说纷纭。有人说咖啡致癌，源于其中的丙烯酰胺。也有人说咖啡是最健康的饮品之一，多多益善。那么喝咖啡到底对人体是好还是坏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多年来，科学家们一直在这迷于研究咖啡对人体的影响。还有研究人员分析了保存在英国生物银行遗传数据库里近50万人的数据，在为期10年的时间内，他们发现了一种微妙的倾向：一个人如果咖啡喝得越多，就越有可能活的时间更长。在超过40万个受调查者中，有约4.2万人不喝咖啡，有约1.5万人每天喝6杯或以上咖啡。而大部分人每天则喝2到3杯。比起低飞不沾的人士，每天喝2至3杯咖啡的男性，在任何年龄的死亡率降低10%，女性则降低13%。喝咖啡功效最明显的人群是每天喝4到5杯的女性，死亡率下降16%。因此，研究人员得出结论：咖啡可以成为健康饮食中的一部分。同时，研究人员指出，喝咖啡的人患心血管及消化系统疾病几率更低，并且咖啡对肝脏功能很有益处。丹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在《临床肿瘤学杂志》上发表研究称，经常喝咖啡可显著降低肿瘤复发和提高结肠癌3期患者的存活率。事实上，越来越多的老人也将喝咖啡作为日常习惯。浙江丽水一位105岁老太太喝了100年咖啡，84岁的儿子每天给她冲1杯。她的养生秘诀就是爱喝咖啡，爱看报。丽水缙云县老城区的一间自建楼房内，84岁的程真树为105岁程爱云冲好1杯咖啡。程爱云坐在沙发上，眯着眼睛，时不时地喝一口，看上去惬意极了。程真树是程爱云唯一的儿子，妈妈4、5岁时就开始喝咖啡，喝了整整100年了，像吃饭一样，现在每天午睡后还要喝1杯。程爱云是缙云城区人，程家当时在缙云本地算大户人家，家境殷实。小时候，离家不远处住着几个外国人，很喜欢长的洋娃娃似的程爱云。他们在喝咖啡时会分成爱云1杯羹，一喝就上瘾了。从此，程爱云便爱上了咖啡的味道，得空就去外国人叔叔阿姨那里喝咖啡。那时，程爱云还不满5周岁，兄弟姐妹8个，父母最疼爱小爱云。旧时咖啡在丽水很不好买，程父每次去上海、杭州出差时，总会带回些咖啡。小爱云在咖啡的浓香中成长。成年后，程爱云嫁给了温州当地的青年才俊，喝咖啡的习惯依旧在延续。1949年，丈夫离开家，留下了程爱云和未成年的独子程真树。程爱云含辛茹苦把儿子抚养大。靠着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兄弟姐妹的帮助，程爱云依旧能实现咖啡自由。后来，程爱云进了金华的一家国营织布厂。那一年母亲超龄了，只有小报1岁，所以按照身份证的年龄，她今年是104岁，其实已经105岁。程真树说，长大成人后的程真树娶了媳妇，又有了儿女，日子渐渐宽裕起来。孝顺的程真树常常会给母亲手磨咖啡。几年前，程爱云开始改喝速溶咖啡了。
也许是老人家口味变了，更大可能是他怕麻烦我。如今，程爱云一家4代同堂居住在缙云老城区的一栋4层自建房里。每天早晨我都会喊一声妈。一个80多岁的老人每天早晨都能喊一声妈妈，也是蛮幸福的。程真树说，妈妈常常跟我说，她还想活10年，她一定能。老太太真是有福气，105岁了还能每天喝到儿子给冲的咖啡。喝咖啡对人的身体有帮助，但是喝咖啡的注意事项还是要了解清楚。1. 冲泡咖啡的水要选对。生活中不少人对茶水的冲泡很有讲究，从器具到泡水选择都非常看重，对于咖啡冲泡会显得随意很多。咖啡中的物质若想得到彻底释放，泡水还需谨慎选择，尤其不能使用含多种元素的硬水，比如矿泉水，否则容易影响咖啡物质的释放。2. 喝咖啡的时间要把握好，早上、中午喝咖啡比较合适，因为咖啡能提高肠胃的蠕动和消化速率，分解高热量、高脂肪食物，不会刺激肠胃。晚饭后尽量不要喝咖啡，避免影响睡眠质量。晚上熬夜喝咖啡对身体无好处，不建议这样做。3. 喝酒之后不宜喝咖啡，酒精对人体的刺激性比较强，不少人在喝酒后会进入精神亢奋的状态，此时再喝咖啡只会加重人体的兴奋状态，对人体器官的损伤特别大，所以酒后不宜喝咖啡，希望人们能重视起这个问题。4. 饮用咖啡不可过量，喝咖啡能够醒神，不过过多饮用咖啡便会让身体过度兴奋，造成神经紧张。因此，虽然咖啡可以提神，但不能多喝，一天最好不要超过2杯。5. 正确选择咖啡种类，在这里也提醒大家，研究是以黑咖啡为研究对象，现在市面上的咖啡种类很多，并不都是健康的选择。例如常见的3合1咖啡，其添加许多糖和奶精，而近期流行的防弹咖啡则有椰子油或奶油，这些添加物反而会造成肝脏负担。若民众想要冲淡咖啡的苦味，加鲜奶或奶粉是较为合适的选择。6. 这几类人不适合喝咖啡。第1类，正在服药的人，咖啡中含有脂肪酸，摄入过多容易增加血液的浓稠度。如果你是正在服药的病人，喝咖啡只会阻碍血液循环，不利于疾病痊愈，反倒会加重病情，甚至会出现其他并发症。因此，在服药期间不建议喝咖啡，避免影响药效。第2类，骨质疏松患者。据调查显示，喝太多咖啡容易影响胃肠道对钙的吸收，导致身体缺钙，加大患骨质疏松的概率。第3类，正处于怀孕期和妊娠期的女性，怀孕期间不建议喝咖啡，否则容易让胎动出现异常，导致出现早产或流产的可能性。咖啡因可经过胎盘进入胎宝宝体内，进而影响胎宝宝的身体健康。若想喝咖啡，一定要控制好用量，尽量不要超过2杯。正处于哺乳期的女性也不能喝，因为咖啡因会随乳汁进入宝宝体内，让宝宝的心情变得烦躁。相信听完，您已经知道到底该怎么喝了。不管您爱喝还是不爱喝，都建议要客观理性地看待，理性看待咖啡，适量饮用咖啡才是正确的做法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